大家好，我是光哥。往土豆里面加入一勺普通面粉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瞬间就变成一道美食。这种做法很多朋友没有吃过，更加没有看过。就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黄心土豆，去掉外皮。挑选土豆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黄心土豆，因为这种土豆的口感会更好一些。外皮全部削干净以后，我们再清洗一下，接着再切成 0.5 厘米左右的厚片。接下来再切成 0.5 厘米左右的小条。我们这里尽量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然后再切成 0.5 厘米左右的小方丁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切好的土豆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大碗中备用。今天的鸡蛋我们不要清洗，直接往里面加入一个公鸡蛋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发拌均匀，使所有土豆的表面都能裹上鸡蛋液。然后再加入1大勺的普通面粉，再次用筷子充分的发拌均匀，使所有的土豆丁都能够裹上薄薄的面粉。搅拌成视频中这样子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准备一个西红柿，打上10次发刀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方便去除西红柿的外皮。把西红柿放在碗中，然后再加入100度的开水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。首先把葱白全部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，切好以后放在小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把剩下的葱叶同样也切成葱花，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另外一个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一小把白玉菇，我们把白玉菇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长段，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白玉菇看着非常的干净，其实表面有很多的灰尘和杂质，我们要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白玉菇淘洗2到3遍，然后再拧干水分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空碗，往碗中打入2枚鸡蛋。有条件的我们一定要挑选土鸡蛋，因为土鸡蛋的营养价值更加的丰富。然后用我吃饭的筷子朝同一个方向搅拌，大约搅拌2分钟左右，搅拌成视频中这样的细腻状就差不多了。现在的西红柿也浸泡好了，接着我们用手很轻松的就把西红柿的外皮全部撕下来了。西红柿的外皮不是不能吃，而是放在一起的话总是煮不烂，那样就会影响整道菜的美观。接着我们再把西红柿对半切开，然后把中间的硬心切下来，因为硬心比较硬，放在一起的话不方便操作。全部处理完之后，我们再把西红柿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均匀的小丁。西红柿的营养也十分的丰富，经常食用对身体非常的有益。我们尽量的剁碎一些，这样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全部处理完之后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下入切好的葱白，开小火煸炒，炒出香味，然后把西红柿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。我们要把西红柿炒出汤汁，这个过程大约要2分钟左右。我们一定要多翻炒一会儿，千万不能偷懒哦。大约翻炒2分钟左右，我们再加入少量的食盐，再次翻炒均匀。加入食盐之后，更容易炒出西红柿的汤汁。
全部炒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往锅中加入1大碗的开水，米的量我们一定要一次加足，中间不能添加。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汤汁烧开以后，我们再把土豆丁也倒在锅中，稍微的翻拌一下，我们千万不能用太大的力气，使土豆丁受热均匀。我们要把土豆丁煮熟，这个过程大约要4到5分钟左右。土豆丁我们一定要煮熟，这样才能够食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花菜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。接下来把清洗干净的白玉菇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。我们要把白玉菇煮熟，来简单的调下味。往锅中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1勺鸡精，接着加入1勺生抽酱油，其他什么调味料就不需要添加了。再次翻炒均匀，把所有的调味料煮至化开。接下来我们再把鸡蛋液慢慢的倒在锅中，倒鸡蛋液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像视频中这样转着圈倒入，这样做出来的蛋花才更加的美观。用勺子稍微的推动一下，使其受热均匀。鸡蛋比较容易熟，我们煮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大约煮个10秒左右就可以出锅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土豆西红柿疙瘩汤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往碗中加入少许的葱花和少量的胡椒粉，有条件的我们再加入少量的芝麻香油，然后把煮好的疙瘩汤全部倒在大碗里面。土豆里面加了鸡蛋，还有白玉菇和西红柿，营养十分的全面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